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直播，间隔两声。我们这次的总统大选的预测啊，老师还是跟各位讲啊，是预测错误了哈。本来以为他们负负得正的效果可以超越郭台铭的总统他的一个声量啊，那其实后来没有超过。但是还是感谢各位很暖心的给老师安慰了，不过没有中就是没有中啊。我们做事情啊，都是一板一眼哈，一件事是一件事的去看。但是针对这件事情，我说柯文哲没戏，肯定也是对的吧？是不是？要说对一半啦，这柯文哲那个地方应该不会有人压他赢的。我说真的啦，你压他赢这是件蛮奇怪的事情。这客观来讲，他经营的时间也太短，加上他没有钱，所以是说啊，你要是说让柯文哲前市长他能够赢啊，很难。那我们也看到那个时代力量啊，这次是临时的立委哦，他的政党票没有超过，所以说时代力量其实跟我们之前所讲的一样，它慢慢的泡沫化。而当然，那个时代什么，现在的柯文哲现在那个民众党啊，大概也会有这样的下场。而这个是举例而言，就是说还有下一次选举的话，好吧？好了，那既然今天我们看到了这次选举结果啊，大家可能有些很开心啊，有些人支持我们的赖清德副总统，现在变赖总统了，很开心。那当然开心也是好事啊，因为支持的人上了当然是好。当然也有些人觉得很惆怅，就是说啊，怎么会这样，对不对？怎么让这种人可以当选呢？好，都有哈，这个都有，这次都选完了。你看昨天跟今天各位有什么过得不一样嘛？除了你心情不一样之外，是不是？你看那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太阳升起来下去，其实没有人管我们，好不好？我们说一句简单的吧，选举啊，大家都认为很重要，但是事实上选前他们会希望我们投给他，选后是没有人理我们的，对不对？这很现实的事情，没有人理我们呢、有人关心我们过得好不好吗？我告诉你也是没有。所以说这个心情啊，把它放下来哦。各位想一件事啊，昨天啊，在找老师跟金英老师啊，早上我们去投完票之后啊，你知道老师后来在干什么吗？我完全没有在看开票的啦。偶尔看一下了，好看个1分钟2分钟就切走了。我在干嘛？我在写流月，对不对？写流月，还有我们的其他的一些风水的一些视频单元节目啊，我都把它写好了，对不对？专心的还是做工作，因为你去担心这个没有用，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啊，我们的日子基本上不会差太大，因为他们不会关心我们，他们也不会造福我们，他们只是谁去拿这个位置上的钱而已，谁上的位置就是为了拿钱拿利益，没有人在乎百姓的，好吧？老师还是认真跟各位讲。没有人在乎百姓的，所以你心情放轻松。然后那大家很暖哈，大家都在安慰老师哈，都怕老师太伤心了。好，但是还是错就是错了，那个没有什么好辩解的。那当然有些人在问了，那我们接下来台湾的状况会如何啊？这个其实我们要用比较现实的地方来看。第一个就是我们赖总统他在那个发表这个当选感言的时候啊，他就已经跟中国呛虾了，所以是说可以预见的事情啊，台湾的经济跟未来的处境啊，将会有螺旋式的下降。很多人在讲是说啊，2028年是不是可以卢秀燕开始他来顶替，然后来当下一任总统？我告诉各位，你不用想这些事情，你真的是不用去想这些事情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下一任总统已经跟对岸已经摆明了，哦，我就是不跟你谈，哦，你就是独裁，然后我就是民主，所以说我跟你没有什么好谈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加上他自己也没办法掌握到国会啊，所以是说我们后续的所有跟中国之间的经贸往来，都会再复制一次康熙当年怎么说台湾的那个情景，他会直接先断掉很多项，包含农业、包含纺织业，好，还包含了一般的基础工业的东西，都会开始哈，在这 A 克法早收清单里面一个的把你断掉，断到台湾没有什么生路为止。我们这次其实有在想是说，如果后裔上去之后，你 A 克法可能慢慢谈之外，你可能观光客可以再来台湾带动一下我们庶民经济的百姓，但是在这个状况之下，我告诉你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是说，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什么呢？这个世界它在运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理解好现实层面的事情，而不是是说我们个人沉浸在我们心态里面。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未来的整个的经济啊，整个社会环境啊，其实老师可以说，在上半年的时候啊，我们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经贸上的困境。所以说，老师一直跟各位去讲是什么呢？这个事情是本来就是可以预测到的事情啊。周老师在前半年中跟各位去讲是说，你一定要留存好现金，现金，就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各位了解老师的意思吗？也包含了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包含了台积电现在也被外资就开始去减仓了。
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这件事情，他们的情报比老师多哦，老师用算的，对不对？他们可能有直接内线交易就可以知道了。就是说，台湾现在的处境是非常的危险，所以说他必须要减持台积电的股票，因为你一旦发生了一些事情在走业之间啊，无论结果怎么样，你的金融股市一定会受到第一波的冲击，因为金融股市它是一个信心面的东西，它其实我们买的是一个未来的希望。事实上，这些股票本身就没有价值，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它就每年配股配息的时候有那个配股配息的价值，我们可以把它数量化之外，事实上股票这个东西是一点利益都没有的。我们在股票市场玩的任何的股票啊，它都没法对我们带来一个实质利益，它只是买一个配股配息，还有未来成长的分红的一些的想法。但是分红本来就不会这么多，是不是？比如说你看台积电，它那张股票它要分红几年，你才能够把你的股票的股本给它赚回来。哦，这个各位应该可以知道，都不用老师一个个给你去算。哦，是有一点困难的。所以说你在买卖之间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在那边去交易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怎么样数字上的风险，你会面临到这个很大很大的金融冲击的概率是比较高的。所以说留有现金这件事情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再来就是说，既然 A 克法是没有，那么其他国家的各个投资当然也会降低，因为你美国这个他们已经减持台积电之后，那也包含它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个，你台湾电价要涨了，比如说像这次那个赖副总统他当选确定之后啊，那个工总那个地方他就开始宣讲说，光电的成本太高，台湾的电价还要再涨。他们走的路线是什么呢？其实各位在我们长期的直播大家问里面就应该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于台湾一直想走日本的路线，他认为日本是宗主国哦，就有这样的想法存在。那事实上是不是？事实上也曾经是的，我们不能说不是啊。毕竟日本它不是把我们当殖民地而已，日本把台湾是光明正大的透过甲午战争所索取来的战利品，它是光明正大的拥有台湾这个领土。他跟那些英国人不一样，英国人他们是侵略，但是甲午战争呢？然后台湾这块领土啊是光明正大成为日本的领土，然后后来的国民政府才打赢了二战之后，不是说打赢了，就是顺便带赢了二战之后，把日本拖了半死之后呢，他把这些领土都把它拿回来。所以有些人还心里面还是认为他走日本的模式，因为日本是一个高尚大的一个上国，所以说我们就发现说，他们要把这个水跟电一直往上涨，成本一直往上涨，但是事实上你应该想的事情是怎么样降低这个发电的成本。但是他不做这件事情，他发了去光电啊，或者风力啊、绿电这些的成本过高。那么综合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你的工业、农业，还有一些高科技产业都被别人看坏的状况之下，加上又没有观光产业，你不要告诉我日本人来或者是什么东南亚人来旅游，然后我们会发大财，不可能的，那个不要骗人骗自己了，好不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整个经济啊一定会螺旋式的下降。所以说，各位请记得。接下来的事情，经济部分一定是往下走。好，就像老师这边可以跟各位讲一句话是什么呢？就包含了老师在上个月嘛，就是12月的时候，在包含那个这个以色列跟那个巴勒斯坦那边的战争的时候，以巴战争的时候，老师跟各位讲，好，红海那个地方发生事情了，不要去买航运股，因为那个影响只会在欧洲。那你在亚洲部分跟之前我们在美国那个塞港危机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美国它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国，所以它的塞港的问题一旦产生，它影响到会是我们跟所有人的问题。但是那个以巴战争不是啊，所以说呢，有些朋友就不听，你知道吗？他觉得说他想再当一次航海王，所以说呢，这个他有授权，老师可以讲出来啊，但是老师还是不要讲出名字啊，姓也不要讲了，他就丢了几百万下去，然后就再去买一次。那个航运股，那各位也知道嘛，这段时间的航运股不是很理想了，好，不是很理想了，所以说他就亏了一些钱。所以这个状况就是发生在说，你对这个时局你有没有看清楚，你有没有冷静的思想去看这边。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事情，在选举过后，我们要讲的事情不是这个只有概念上的事情，我们还再强调一次，跟去年初一样，我们还是要再强调一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在台湾呢，我们这次选举人数1900多万人。这个是一个很糟糕的数字，各位，台湾2300万人，然后你的选举人口20岁以18岁以上吧，好，达到了1900多万人，等于是说你的老龄化变得非常非常非常之严重。你有1900万的投票人口，你觉得这些人来争取这些人投你这个票，
但是有没有人去讲是说，哎呀，你这个票，你剩下那个18岁以下的人，你居然只有300多万，这300多万人要扛起现在我们所有的经济，在未来20年后要扛起我们未来所有经济的发展，这个可能吗？各位你要想想，这件可能吗？所以说，老师找一个数据，就是截至于民国110年为止，未满15岁的幼年人口以及15到64岁青壮年的人口，它占的总人口的12.12%啊，就是说未满15岁的就有12%，但是呢，它在15跟64岁的占了70%，这70%里面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7.56%。你新生代的0到15岁的，你就只有12%，但是你65岁以上的占了17%，四舍五入变18%，我们算17就可以了。等于是说，你老年呢，比你以前65岁这样的尊长啊，尊长长辈，他已经比这些新生儿多5%。这个事情代表什么？哈，这个代表就是说，第一个抚养率，所以它的抚养比把它已经提升为什么？提升为42，人口老化指数啊，已经增至1.44，指数是144.93。所以这个人口老化指数，它是以65岁的人数除以未满15岁的人数所得到这个数字。所以说，我们发现一件事情，现在持有房屋很多的都是在这个50岁以上的人。为什么？50岁以上的人就是7年级、6年级、5年级这些人，他们这一些人是讲的是70年代、60年代跟50年代哈，不是民国哈，就是70年的啊，公元70年的啊，60年的、50年的、40年的、30年的，这些人拥有了台湾很多的房产。这些房产在他们手上，有些人不止一套，他可能有2、3套的，甚至4、5套的一个房子。好，他的公寓啊，他那个可能不像那个什么香港是小小间的啊，有些都是公寓啊，可能3房2厅的。好，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格局，或者两房一厅的，很少套房了。台湾这个状况很少套房，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们持有这么大量的房产，然后呢，他持有这么大量房产，然后你后面的人竟然这么的少，那么多少人？这些未满15岁的人，他在10年之后就变25岁，他有办法去承接到这一些比他人口还要多的房屋，然后让这个不动产的价格继续维持住嘛？很多人说啊，老师你在讲这些都是骗人的，你不可能，房价是不可能跌的。房价不可能跌的吗？我们今天准备很多数字，好来跟各位我们探讨一下这个经济跟它的不动产之间呢，它会产生一个很巧妙的一个联动，而这个联动啊，其实跟随着人口还有它的一个利率之间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我们看到美国也是一样哈，美国它就是比较正常一点，怎么讲呢？美国啊，我们老师拿到是2022年的公元2022年，就是疫情期间的，它人口的一个结构啊，它到0到14岁啊，这是公开资料，各位可以自己去找。它0到14岁的，它的比例是18%，好18%，15到64岁的65%，哎，这个是还蛮健康的。但是它65岁以上的是多少呢？17%，也就是说，它65岁以上的人比新生代0到15岁的还有低1%啊，新生代的0到14岁的啊，它是18%，那65岁以上的是17%。所以这个就代表是说，他们的一个国家还是持续在一个怎么样？持续在一个正向的发展，也就是说，他们的不动产还是可以继续的代谢掉哦，发出他们房子可以住很久。如果你没来个飓风啊或者火灾啊，你是可以住比较久一点的。但是从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是说，它的房价如果涨超过了，比如说涨超过5%的时候，那这个就是过涨。为什么？因为你根本就没增加那么多人口，你怎么会需要这么多的房屋呢？他们有些房屋啊，像老师有些贵客啊，这个房屋啊，他们一买可能就是这个屋龄都是50年以上，哎，可是看起来他们整理还是很新。为什么？因为没地震嘛，没地震嘛，你只要不要野火烧不尽，那你就没什么问题啊，基本上都是 OK 的状况。所以说他们这个状况就比较健康的发展，加上他们土地很大，这个没有什么问题。那同样的状况之下，我们看看中国，中国在2022年末2023年年初统计的时候啊，那中国的0到15岁的人，他占总人口的18%，18.1啦，我们算18就可以了。那16岁到59岁的劳动人口啊，他们占的是什么？87556万人，占了总人口的62%。而60岁以上的他们分比较细哈，他们大约是19.8，算20。而65岁以上的65岁以上的老人，他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4.9%。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他的新生代有18%，好，0到15岁的还18%，
65岁以上的哦，那它只有刚才讲到突然看错了，它只有4.9%，对不对？所以说它的新生代跟老生代来讲，它还是可以去维持。当然，这个状况也在逐渐恶化之中哦。这个实际化，因为现在很多中国他们不生，很多年轻人他们不生小孩了，对不对？因为生小孩，他们的房价跟他们的一个工资他们是对不上的，所以他们有些人决定不生小孩了。但这个问题还是韩国比较严重。那我们今天不讲韩国，而日本啊，也是一样。我们之前有提过，日本已经是每一年少60万人。你有几年可以少60万人？10年你少600万人，那日本才这个几亿、2亿人口的国家，你能够撑几年？这个就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说日本现在还有很多地方，你不是必须要上班通勤到的一些必要的一些热门的住宅区啊，基本上很多房子都是空的。哦，连观光景点啊，什么都是空的。比如说，老师最近在看在收集资料的时候啊，看别人去看那个日本的鬼怒川温泉啊之类的地方，啊，都是人去楼空的地方。那为什么？不是说他们经济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没有这么多的小孩，那我就不用带小孩出去旅游了嘛，就这么简单。那人少了，那我们的收入也降低了，那我就没那么多商业旅行了嘛，不用那么多应酬了，所以他们的一些娱乐的东西啊，也慢慢的下降，包括银座啊，很多店都开始收，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看到中国跟美国啊，他们现在还维持到一个不错的状态，但是他们也有面临到老龄化的问题，但是他们还有时间去处理。好，目前是还有时间，但是能不能真的处理的好，对中国来讲，它的压力是比美国还要来的大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收支比部分啊，美国是比较健康的啊，美国是比较健康，但是中国是比较不健康的。老师最近啊，在做这个功课的时候，也看看中国的房价，我也觉得很惊讶。一间房子随便卖哦，当然是看是北上广深了。那你一间房子随便卖哦，你可能都是200万、400万、500万、600万，对不对？几百万人民币在卖。但是呢，你在出租这个房子的时候，都几千、1、2万人民币的方法去出租，等于说你要50年的时间，而且是不含到银行利息，不含银行利息哦，就至少40年，最少看到是40年，你才能够是说把你的租金，然后再搭上你的这个房价，你可以把它赚回来。40年哦，是讲的不包含银行利息哦。你要包含银行利息的话，你可能那个70年的产权你都住光了，你可能才把那个房贷给还完，靠租客的那个租金。所以说这个变得这个是很不健康的状况啊。当然是可能是因为北上广深的关系啊，因为老师比较关心的是这个你人口聚集的地方，还有他们的一个商业的活动。那你说比较乡下的地方，当然是比较便宜。比如说老师看我们的老家是那个福建福清嘛，对不对？那你在福清那边，老师去看那个房价当然就很低了，对吧？你租个4室厅的，我们叫4室1厅3卫的哦，大概是4000块人民币哦，他卖了肯定200万，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不符合。你看一个算5000块好，一年就是6万人民币，6万人民币，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把这200万住回来？哦，也是要很久的时间，对不对？那也是划不来的事情。所以这个东西还是值得看到整个社会的发展的时候啊，你的这个租售比之间呢、啊，就反映到这个国家它未来的生存压力有没有很大。说台湾也是一样，其实这个租售比是非常非常不合理。那日本是不得已合理，因为它有法规去抑制住它。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同时要看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能只看亚洲的国家。哈，刚刚看到美国，我们要看一下欧洲，同样的状况啊，在欧洲也发生一样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就跟我们之前所谈到这个红海的一个危机，美国是没有办法立即性的可以处理红海的危机。当然，他现在想处理，所以说呢，他派那个轰炸机去炸2次，但是这个越炸，你的问题只会越严重。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包含了德国，德国的出生率啊，它每一年啊，德国或者应该很多的朋友是留在德国的，老师很多贵客在德国，那它的出生率啊是每一年少了22.8万人，好，每一年至少少22万个德国人，德国人，它有没有包含的是纯粹日耳曼裔的？没有，他没有这么写了，你是不是纯日耳曼裔的？我不知道，但是日耳曼裔的那个概率是比较大的，为什么？因为去那边的什么墨西哥人呐、去了南美洲人，他们很会生，一个人生个4、5个没有什么问题。但你叫德国人，你要生个4、5个，可能问题是很大的。所以说发生一件事，就是说德国的出生率是9%，出生率这增长率啊，出生率是9.6%，但死亡率是12.3%，等于死的会比生的多，所以刚才就造成了它的那个人口增长率是每一年至少22万人啊，这个是2年前的资料，那现在有没有可能到23万人？这是有机会的，但是这个问题是最大在哪里呢？就包含到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就是说你在我们前2年我们在看这个美国 QE 的时候，老师那个时候就有跟各位讲过，你这个 QE 大水漫灌，把所有钱去
漫灌到所有美国以外的国家的时候，你会吹高当地的股价，还有你的不动产啊。跟过老师2年以上的，应该至少2年以上的朋友，你就知道老师在讲什么。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就是说，他把它漫灌上去之后呢，你的整个房价、股价都提高了。但是他在需要的时候，他把现在做成了 QT，他就把所有钱要吸回去了。所以是说，就发生一件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德国的房贷他们也是必须要 QT，所以是说他们面临到很多烂尾楼的问题。各位以为烂尾楼是大陆的专利吗？那是因为大陆人很多，好不好？中国大陆人很多，所以它烂尾个几百万栋那是有的。因为他们一个社区可能就是几千人的，所以说你烂尾个几百万栋那是有可能的事情。但是呢，德国不一样，德国人大家都认为是说它是一个很安全、很保守的一个国家，但是在这个状况的时候啊，它就变成是说，它现在很多烂尾楼是盖不下去的。那为什么？因为利率太高了，说你现在如果要把它这个你要跟银行贷款，你要新贷款，你建商贷款的时候，那你所得到的这个周转金的利息啊，你就可能高过于你之前可能要预售或者你的原本预定你的售价的建筑成本。那你完全嘎不过来的时候，就很多东西就开始烂尾了。那这个烂尾最严重的状况之下，这个老师没办法达到最精确的数字，但是据说据报道这边所看到它的发布的日期啊，大概2022年的年底开始到2023年的年中，好像最严重的时候，在德国它是一天倒掉一个建商，那当然小建商居多了，小建商居多。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德国它已经是经济的模范生了，它都会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通货膨胀，还有利率升高，还有想办法在 QT 把这个多余钱吸回到这个他们的央行里面去的时候，都会发生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要一起去做 QT，一个提高利率呢？因为很简单一件事情，这么多的国家，如果美国在做 QT 的时候，他在把那个利率开始做通货紧缩，然后把利率提很高的时候，如果你不提高，你国内的资金，你自己的货币就被人家吸走。各位懂老师意思了没有？因为钱是他没有去认主人的，钱的地方就是我哪里可以让我自我复制越多，我就去哪里。所以当美国他把利率调高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去吸别人的钱到他的国家里面去存着，因为你摆着你就有利息可以花，对不对？多好，没有风险的事情。是不是？那这些国家他们自己也要把自己市场上的一些游离资金优先收到他们自己国家的口袋里面，所以是说他们只能开始说，美国你涨多少，我们就斟酌的涨一点。所以你这个涨势你利率涨势你是收不住的。而美国它会不会再去把利息调降呢？这个老师在去年年中的时候有做过这个预测，老师认为在2023年的上半年呢，这个事情还有点悬啊，你要升也可能会降，但是这个问题还有点悬。那实际上现在状况来看呢，美国的这个联准会的这个鹰派还是抬头，因为为什么？他们发现的这个上个月的 CPI 还是很高你通膨是没有办法降下去的。为什么没有降下去？又回到一个死胡同，因为你制裁别人嘛，就这么简单。你制裁别人嘛，你就提高了关税壁垒嘛，那当然你就完蛋了，对不对？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而除了德国之外，喝个水。而除了德国之外，其他国家有没有这个问题？当然也有，包含了法国。法国也是一样，它的新建案的推出率啊，在这个2023年的时候啊，它已经降低了30%啊，就是说你新屋的申请这个建造的时候啊，降低了30%。英国也是一样，英国降低了25%，就是1/4。那包含了奥地利，奥地利之前也算是个资优生，他们的房地产龙头啊，就有点像那个恒大一样像碧桂园这样的这个很大的龙头，而且它还有投资其他的一个产业的横向发展非常广大的。叫做西格纳他在2023年11月也宣布了倒闭。他有多少元的负债呢？他只是他那个地产部分不是说他整个集团了，就他那个地产部分宣布倒闭。那他的债务有50亿欧元他就造成了很多很多烂尾楼。而他烂尾楼不是只有在奥地利，还包含了德国，还有其他的欧盟地区，也有非常多的地方，也包含他自己也有零售业他这个零售业他是没倒了，就是他地产部分倒。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件事情，就是说一样的问题，一样的毛病，一样的一个状况，它是在这个我们认为比较偏向欧美系的这些国家不断的在发生。但是最安全的地方就不外乎2个，第一个是美国，因为它的人口健全数是比较高，它可以有足够的新生儿，未来继续刷卡消费，一起刷卡消费，然后去 enjoy 他们的 party， 所以是说他们就可以继续维持他们内循环经济发展。但是还是有一个除外标准，这个是他们
资本家可以维持到他们的内循环，不代表美国政府它不会有事啊。美国政府的事情可大了啊，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但是他们的资本家，他们内部的经济可能还可以有维持的空间，但是一旦他们的国家的金融出现了一个问题，好多对外的债券出现问题，那么他们美元的购买力会出现问题，也包含了他们现在如果他们的工资不断的涨高过通膨，而通膨它一直在3跟4之间，甚至到5的状况的话，那么他们的工资会越来越高，那他们的真正能够让经济恢复的状况，就是概率就越来越低。因为我们上个礼拜讲过，你的经济要好，一个国家经济要好，你一定要有工业，这是首当其冲的，工业要强。薪资高的地方你没有工业，薪资高的地方你没有工业，因为你请的划不来。那第二个就是你有能源，美国有能源这没有问题，但是他不愿意由国家去统筹。比如说你在伊朗加油很便宜，你可能在那个什么杜拜可能加油很便宜。产油股可能都很便宜，但是在美国，它是按照他们的那个什么他们的国际油价还去做计价的，所以说他们能源是私有的不是国家的，所以他们能源这个价格也是会被其他国家所去影响，这个也是个问题。那第三个是什么？你有文化跟观光，这个像日本，他们就有文化跟观光，但是他们现在也受不了他们的成本的飙涨。那其他收入也越来越窄，所以他们现在的观光的成本旅客的成本也是越来越高。你可能机票便宜，但是你的住宿跟饮食的成本也变高了。那如果像日本的饮食跟住宿的旅客成本，它的一个售价变高的状况之下，或许旅客是不会因此而不去，但是它会带动的你当地的消费水准也会提高，因为日本不是北韩，你不是只走观光的一些固定的官方行程，而是你会到民间去消费。所以在民间消费的时候，你就发现是说，他们如果往低价的地方去也不对，那么他们很多集团化的东西，大企业是他们也会开始进行了涨价。那你一涨价，那你原来只有20几万的收入的一些日本人，你要怎么样去生存呢？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但是一样的状况之下我们等一下谈到中国，就发现中国为什么可以建立起一个很大的防火墙，包含了我们的金砖的 N 国，金砖10国可能明年变14国，今年可能变14国，那这个东西就会有他们很好的一个底蕴去抵抗它。但是呢，我们看到讲了那么多东西，讲了快半个小时，老师还是要说，台湾完全没有能力去抵御这样子的浪潮。我们唯一可以去谈的，这就 A 个法庭不要再中断，但是现在不可能不中断。讲白了，这是不可能不中断。还有第二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现在在南海的问题是很敏感的问题包含现在的小马可斯，他并不会是说就地投降，或者我就算了，我们就不要再搞一些危险了，他必须搞危险。所以是说，他现在包含他杜特地那边的势力，也要去开始怎么样酝酿，把马可斯政权给推翻掉。但是这个状况就会让那个小马可斯他会更加的兵潮显露，他一定要搞出一些事情来证明他是可以保卫国家的。那这个东西南海就非常紧张。这个跟台湾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各位。过去我们在可能看那个裴洛西老太太他们来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中国调兵遣将这件事情会觉得特别警惕。为什么呢？因为你成平之事，你没事调兵遣将干嘛？你肯定针对台湾嘛，对不对？但是日本跟中国跟那个南海这个地方发生问题以后，他的调兵遣将会被大家习以为常。各位你知道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概念，就是他们大量的海军开始可能在这个南海那边运行的时候，他什么时候来直接船头一转，你就可以直接往台湾飞过来了，他直接顺势的把你台湾包围起来了。那个时候他要干什么？那是瞬间的事情。所以是说，在南海事情很危险的时候，我们几乎是很难发现他现在大量的调兵遣将到底是为什么。而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新任总统即将上任的时候，他已经发表了感言，就是说我跟你中国要他妈对着干。所以是说，各位要接下来在上半年的时间我们要密切注意国际关系，因为这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可能哪一天真的你一睡醒我们就被包围了，那他已经被包围了嘛，对不对？这个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从南海这边航行过来，你航行快一点，你可能8个小时时间，你就可以足够把台湾绕起来了。这个是有这个概率，好吗？好，那我们先看各位有什么问题我要切回来，不然我看不到。感谢明达，还有感谢威豪、瑞中、齐恒这些好朋友，你们都是很温暖、非常温暖的好朋友。感谢富雄这么大手笔，你这一个太大手笔了，这下次不要给那么多，老师不好意思，好吗？
感谢啊，感谢富雄哦，真的希望你那个专利能够顺利了，好吧？西北风了吗？要差不多西北风了。拜登派来访问的原因是很简单，拜登访问回来就是警告而已啦。但是事实上，各位你要知道，乌克兰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等下我们会谈到这件事情。2028大陆会台政策会变动，你不用等那么久了，我告诉你啦，那个今年就差不多断光了啦，那个没有什么东西了，好吗？银行放现金可不可以？银行放现金当然可以啊，你不放现金，现金不放银行，你要放哪里？老师也放银行啊，对啊，老师也放银行，那没什么问题了，好吗？只是你自己一定要有现金，你不要把钱太多放在投资市场里面，哪怕你曾经是股神，今年你就把钱放在银行啊。有些你有闲钱的，比如说你可能3、4千万的现金，那你可能留个1000万的临时用，2000万你可能买黄金啊，什么东西的。啊，那个是你不用全买黄金，我只是建议举例说明啊，这样很容易变现的东西，或者你有一些 OBU 啊，或者是一些其他国家的账户啊，你可以做一些考虑。但是如果你是跟老师一样，就是一个活老百姓，对不对？大耳朵老百姓，那反正我也没什么钱，对不对？我放银行跟放我家里其实都占不了什么空间，我在银行占不了他们的小数点，然后在家里都占不了几个空间啊，那个就没什么关系，好吗？然后。台币会不会大贬值呢？是不是该换成美金或人民币呢？这个看你自己的金钱了，因为你不能拿人民币去买便当，你也不能拿美金去捷运去储值嘛，不行嘛，是本地赚本地花了，好吧？就是准备新台币最重要。有人提到大概统计到2025到2027年，老师说2024的前5年跟后5年，有人说老师疯了，但是这几年验证下来好像差不多。但一到了往来打好关系是好事，不可能打好关系的哈，现在已经不可能打好关系了。台湾跟大陆是不可能打好关系的，这个经济会完蛋。各位要知道这件事情，商人是有眼睛的啊，商人是逐利而行的，商人无祖国啊，讲是这样讲的嘛，爱国商人还是很多了。但是各位要知道，当台湾没办法在台湾生产，然后运过去的时候，台湾商家一定是解雇台湾的员工，然后去大陆重新盖。他不一定要盖在什么昆山啊，什么台商聚集地啊，他可能盖到其他比较可能有铁路的地方啊，他可以运出就可以的地方。要知道中国现在它的内循环的一个，它是内部的这个基建啊是非常发达的，所以是说它只要造一个可以运输的地方，然后它运费成本也不是很高，那么它就可以在中国生产，它就不用在台湾生产。有些化工类的东西或是一些基础工业的东西，它其实在中国生产是完全是可以的。你到越南生产，可能一面强可能是基础工业可以，但是有一些比较高端一点的、中端一点，可能越南做不了。那你不要跟我讲，他说要来去泰国啊，去什么柬埔寨啊，也不要去这个共产党那个地方。我告诉你啦，中国的工人哦，还蛮好用的啦，因为他们知识水准提高了哦，加上你给他稳定的薪资，其实是蛮好用的。你不要说有些三和大神做1天休3天那种，三和人力市场都已经收摊了啦。哦，这个是有了，但是现在越来越少了，好吗？大陆我们可以自己产，这是没有错的问题哈。有些地区失业交数哈，对，这也是会，台湾也会，中国也会，但是你要看产业。要看产业。如果中国经济泡沫要打仗转移焦点，中国要经济泡沫的状况是很难的。好，你这个想法，你可能是当地人，你可能可以看看一些公资号，你会觉得都是这样。产业在跟工厂他们会转型，一定造成一定的失业，有些公司一定是干不起来的事情，那是一定会有的。那是一定会有的，但是你不能说中国经济会因此而泡沫，那个是非常困难的东西。还是一句话，我们可以说明整件事情的基础，就是中国有占全世界26%到27%的基础工业的输出，它占全世界1/4的工业产出。你要它怎么样经济泡沫化，你很难。整个地球25%的工业制品是 made in China， 你告诉我它怎么样泡沫？一定会有一些是降低的，但是你让它泡沫化，那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中国只要工业泡沫化，大家就没有螺丝可以用了，就这么简单了。你没有螺丝，你没有剪刀可以用了啦，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好吗？未来大陆才是可能说出武力的原因，这个是错的，这个是错的。中国绝对是不用担心这些，好吗？台湾可能做台版的 QE 吗？台湾的 QE 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哦。台湾的状况，你 QE 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了。你借了你要还，这个我们经不起利率的问题了，好吗？好，感谢秋夏赞助，感谢 David 赞助，感谢大家赞助，就感谢大家很温暖，一直给老师安慰。冯乐街分不清巴勒斯坦、巴基斯坦，巴勒斯坦跟巴基斯坦不是在那个靠近中国的邻国吗？
因为乌统压制很严重啊，所以说是这样子。现在最主要是因为这个艾钦德副总统他当选总统之后啊，欢呼的居然是中国的网民，这是什么样道理啊？我的天哪！老师收集资料的时候也去看这个卧底在各个的群里面，对不对？我操，欢欣鼓舞的竟然是什么？居然中国的网民啊，因为他们得偿所愿，何年何月得偿所愿啊？再见得上，他们多开心啊！对，欢腾啊，因为这样就有理由去来收台湾。我操，天哪，我真的是啊，这要命啊！周三吃海鲜了，好好好。当选人没有什么动作，这边不会有任何动作，没有那么快，好，没有那么快，你一定要等3个月的时间，然后3个月的时间，你要中国任何一个国家，我们看俄罗斯，俄罗斯他在准备去对乌克兰动手的时候，他的准备时间至少就是3个月到半年。各位你要知道，那个乌克兰说要加入北约，这很多很多东西，俄罗斯开始警告，我们真的把时间线拉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准备3个月到5个月之间，好，他一定有收到情报嘛，开始酝酿。然后开始浮上台面的时候，然后开始准备去做一些实质性的准备。所以说第一天就说啊，我们要准备，然后正常的调遣，然后第2天就出发了，第3天就把那个都已经开火了，对不对？那2个州就卢甘斯克跟顿内茨克啊，就开始宣扬独立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要等3个月，你不可能立刻去做。这个会讲立刻去做的，那只有是什么样的？这个爸爸打小孩的才有办法，或者是那个老婆打老公一巴掌给他甩过去才有办法，不然的话，一般的军队的调动。抓三个月那是很基本的事情啊，最基本抓3个月，再紧张都要3个月。你看那个哈马斯，他要多久时间？他准备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攒够那5000个火箭弹。那现在他军火越来越多了，越打得越强大，对不对？那就是有这个原因，就是你一定要有时间去调配啊，你要去那个把他的军队的心里面的心理素质啊，还有你的运补啊，还有很多东西。所以说，你就看他出来的时候，你真的还以为去往南海。还是去往其他地方巡航。我告诉你，现在这半年的时间非常危险。老师这么敢这么说，这半年我们要紧张去看，为什么？因为你政权交接的时候，那个事情到底会不会让他交接，这个要打一个问号。我不是说一定会发生啊，不要断章取义，这会有个很大的一个问号，好吗？2024年的缺量较严重，这现在就会开始严重了，因为站在欧洲，它已经开始产生了淹水嘛，他们冬季产生了淹水、大雨的问题，所以说在像欧洲的它的粮食出产也不够，它一定要去其他地方去购买。那你乌克兰的粮食过剩，但是它不好卖，因为中间有三小国去堵住，所以你俄罗斯的粮食跟那些粮食去运补的时候啊，加上你的那个航路不顺啊，所以欧洲的粮价就会提高，所以欧洲的经济也会很差。好吧，你在欧洲不好意思，欧洲经济也会很差。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一定要去想哦，你在欧洲的时候，你也要存好现金，不要再去买房子、买车子，那个是你人生目标没错，但是不是现在，好吗？你等到2026年再去做，不差这2年啊，不差这2年。租房子出事情的是房东，不是你。但是哪天真的是经济越来越糟糕的时候，你出事情就是你了，好吗？明星早就没，还等武统笑死了，我不知道你讲什么哈。我们要去逃到大陆避难吗？不用啦，不用啦，好不好？没有这么严重啦，好吗？没这么严重。台湾有粮电危机吗？台湾粮电危机不能说它有危机啦，好吧？但我们就是价格会比较高一点啊，一定吃得到，但是价格会比较高一点。那当然，我们政府如果接续政府愿意去跟大陆购粮，他们大陆自己粮食也不太够，那俄罗斯会不会给我们买粮食也不知道，这个价格会比较高一点，好吗？不会打的，不用避难哈。这个会不会打就不是我们说的啊，因为兵者诡道也，这是国家大事，生死之间啊，这个是不一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好吗？所以这边讨论跟对台态度都不满意，各种血流评论、删评论，这边那个不管这是你们的问题，那就不是我的问题，好吗？好，那就没有是说我们现在要谈，就这个事我们就不去谈下去了，不然我们事情讲不完哈，所以讲不完。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记录一下了，喝一个茶，我们继续下去哈。第二个问题就是美国。美国啊，他们调查公司啊，他们的调查公司欧亚集团，他们去公布2024年全球的10大风险啊，这美国公布的，说我们标题写美国公布，但是它是公布是全球的10大风险。这10大风险，老师稍微念一下，让我们讲比较重要的部分。它第一个是美国分裂，第二个就是这个中东的问题啊，就是现在的以巴战争的问题。第3个乌克兰的十字割让，第4个不受监管的人工智慧。第5个是流氓轴心，讲的就是中国跟俄罗斯啊，这流氓轴心。
然后呢，你第5个，你既然担心了流氓轴心之后，你还担心了第6个，中国经济无法复苏。你到底是要担心它流氓轴心，还是担心它的经济无法复苏呢？第7个就是争夺重要矿产，这7个是他们最重要的。那第8个就是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也是在这个全球的问题里面会大。这后面2个就不是很重要了。最重要就是美国的这个国债的问题，高风险业务之类等等的。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在这个欧亚集团里面所公布的第一个最重要，竟然是美国的分裂。美国分裂是什么呢？就包含了一定是川普跟拜登之间的这两党之间的党争。所以说，有人说一直吹那个美国政治，我也觉得很奇怪。美国被政治都糟成这个样子，你吹它干什么呢？这个是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啊。很多人都一直想是说去到欧美去生活，那是很好的事情，因为你喜欢那边的生活，你就要去。但是你要抱持的不是去领他那边的低保或是他的白卡、免费医疗卡，然后去那边当一个什么，当一个很优雅的乞丐，好吧？不要这样去做啊！这个很多的人就一直去讲这件事情，我就觉得，你们的想法真的有点怪。你去美国去学那个讲师，去当那个到处去那个救济站去领粮食，然后你就觉得是说你漂洋过海去美国，就是去为了拿他的免费医疗卡，然后那个白卡，还有就是说你有救济站食物可以吃，你就为了这2个去，你干嘛呢？你是怎样？是丐帮叔叔吗？是不是？真的是很有趣的事情。还有人就是在台湾去宣扬是说，美国的工资是台湾的3倍到5倍，3倍到5倍，那也没有很多，因为他们的住宅成本、税金，还有你保险成本也是台湾的好几倍。所以你去那边，你已经得到了可能1年可能有300-500万台币的收入，大概你跟在台湾100-200万的收入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尽量这个移民你要想清楚你自己很有实力的，钻石到哪里都是成为钻石，你都是有能力的人，你到哪里都可以生存，那去享受你喜欢的国家的氛围，这个没有问题。你喜欢去新西兰，你喜欢去澳洲，你喜欢去加拿大，你喜欢去各个国家，你只要喜欢那边氛围，可以好好的生活的没有问题，只要你有能力都很好。对不对？带个200万美金出去，你去哪里都可以生活得很稳定。但是请不要一直想着说去那边领他们的低保还有就是免费的白卡，还有生孩子人家给你奶粉钱有人说去德国啊，去法国去领他的免费奶粉钱。Oh my goodness， 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好不好？他们自己人吃不饱的，有些还说去英国去吃那个低保英国政府给你房子，然后给你一定的钱去救济你。刚才老师已经讲到了，他们房子的新建物都降低25%了，1/4都已经这个不动产经济开始衰退了。你只能活着，但是你活得不美丽，你还得跟家乡人拿钱，你才能够维持下去，这个太多了，好吗？所以说，我们发现这美国分裂的事情就变成是说，川普就特朗普，他开始唱衰了拜登经济学，他认为我们特朗普认为，在最后的2024年的时候，那拜登经济学会让美国垮台，所以说他就说了一句话，就什么呢？他不想当胡佛。胡佛是什么呢？就是制造美国经济大萧条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但是他是这形成经济壁垒，说造成了美国经济大萧条。但是美国现在的这个关税壁垒是谁做的？川普、特朗普做的。所以有趣就是说，特朗普认为拜登他现在做经济学，他会让美国1年之内垮台，那他也不想当胡佛。那问题是，他就是模仿胡佛去建立起了这个贸易壁垒，然后中美贸易战，所以是说现在美国的通膨1半以上，老师可以这么讲，1半以上都是拜登的这个中美贸易战关税壁垒所赐，另外1半就是拜登继续叠床架屋，把这个墙盖得更高一点，违建你知道吗？把它盖3楼，它被盖到5楼去，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也包含了美国的软体业，还有高科技产业，甚至还有一些零件业、服务业或是一些金融业，它就不容易进到中国的市场。那中国人这么多，对不对？有钱人这么多，他们现在是有钱我不消费，知道吗？中国现在你的担心的就是中国有钱人不消费，所以是说他们就觉得中国经济会放缓，有钱不消费不是坏事，好吗？懂我意思吗？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嘛，他们就很直线的认为是说，你有钱就要不断的消费，你消费国家才能够成长，然后我们经济才能够畅旺，那是你们有钱人发财。但是我们一般老百姓就是我量入为出，对不对？我现在多存一点，那当我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不要给家人造成困扰我也不要给其他人造成困扰，我自己就可以把这个难关给渡过去。所以说我先存了不消费，那甚至有些奢侈品现在也开始是说，我们不见得一定要那么物质，我们可以少买一点，不是说不买，还是有，对不对？还是有，但是我们就少买一点，多存一点。那房子呢也没什么好买的，对不对？烂尾楼加上这个高利率，加上这个
你的房子可能卖不掉，那这还房价也在跌，那我不然我就不买房子，我租房子嘛。租房子老师是非常非常认同的哈，不是因为老师没有房子，而是因为你要考虑到你自己的发展，跟你要养小孩的话，那请你不要把你的生活费拿去缴房贷的利息，这个是很重要。简单来讲，如果你今天要缴出2000块的贷款，里面至少有800到1000块那是房贷的利息，800到1000块你给小孩子买一件衣服多好啊，对不对？好。所以说就发生这件事情，就是说你现在华尔街也变成了进行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们开始进行了大裁员。华尔街也开始做裁员，为什么？因为你的金融的风险还有金融的活络性没有这么的强，但是它已经先进大裁员的状况之下，而现在股市也是这么高的状况之下，它为什么要裁员？也就是说，它为了避免它在崩盘的时候，这些资本家这些银行家，他们不要承受过大的损失，说先裁员。先裁员会造成什么？造成你的业务紧缩，这么简单一件事，各位应该理解。因为你有人有业绩华尔街人进华尔街都是尖子，他们一定想办法去做生意，想办法去拜访，想办法去拉钱进来，想办法去操作。那么当你把人砍掉之后呢，客户可能还会留着，也可能会流失，但是你的业务紧缩的状况会比较多。你业务一紧缩，那么代表你未来的一些在遇到一些风险的时候你承受度是有限的。而另外一件事就是说，现在美国的房贷利率不是每一个州，老师还是讲，美国这么大，中国这么大你不是其中一个州就代表整个美国，也不是某一个中国的工资就可以代表整个中国，一样的意思。所以说他们的房贷利率某几些州他们是高到8%的房贷利率8%那是非常非常高的利率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房贷利率到8了，那么你其他信用贷款未偿的违约的，我们之前讲过了，也会变得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是说，你鲍尔有没有让美股它会有继续往上去走的状况？那现在目前为止空头还是再次的去警告，是说，包含了这个美国的标准普尔指数它可能暴跌63%，但是很多人会不信这个东西，为什么？因为空头的警告在2022年底的时候就已经不断讲2023年会腰斩，但是整个2023年它还是成长的状态，所以这个空头的警告的时候，就有人觉得不大可能。但是老师必须说，2024年这件事情是非常有可能的，不一定到63%，但是呢，它跌个30%到40%的概率是会有的是会有的，所以你要去注意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是说，它这个地方会担心说中国经济会放缓的状况。那么在今年，在这个月这个月1月2号的时候中国的陆气也就是他们的算是国企之一吧，他们荣盛石化，他们就跟沙特阿美签订了备忘录，他们讨论的就是这个国企荣盛石化要跟沙特阿美来做交叉持股。也就是说呢，他们可以互相的持有对方的股票。那这个东西呢，对于沙特阿美来讲，并不能说很占便宜他应该是比较亏的那个地方，但是他看得清楚，就是说对于持有中国这个荣盛石化，对他来讲是一个保障，所以说他们签订了这个东西交叉持股，那对于他们两边的未来的合作跟能源的一个供应，就会变成比较稳定的状况。所以说，虽然中国它有俄罗斯不断可以提供给它的原油或者天然气，伊朗也不断提供原油，那它还是需要中东的能源。三管齐下的，或者是在其他地方的，比如说在中亚地区，这些所有的能源都要保证中国可以顺利的度过这个夏天，因为这个夏天它的气候是比较异常的，这个不是只有老师会知道的事情他们自己有很多很多的人的意识，还有他们气象专家，包含了玄学跟科学，他们都可以弄得很清楚，都会知道今年的这个气候会非常非常的不友善。这么不友善的时候，他们能源就是相对的是很重要的问题。所以说，现在我们要看到整个世界的趋势就是在于是说，中国会建立起来一个经济的防线，它主要的防线就是防御欧洲跟美国。当然，中国是比较愿意跟欧洲国家去谈，因为欧洲它并不是一个像美国是完全一个主体，虽然欧盟是一个主体，但是它还是能够跟个别的公司、个别的国家个别的企业去商量这件事情。比如说你说艾斯摩尔这件事情吧。艾森摩这件事情就是像我们上礼拜提过了，他已经交货了1000多台的光刻机，所以说他在这个月你要突然的中断它，当然是他们已经发表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台面上都是这么讲，但实际上他们都已经交货了，那只是后面你要再交可能就有困难，但是你现在已经交货了，那么你再给他一个半年1年的时间，他可能40奈米的和60奈米的光刻机自己都做出来了。
那后面一直往后面去推到28奈米的或其他奈米的东西就有可能，也包含了日本也做得出28奈米到40奈米的光刻机，那这个东西也有可能中国去直接跟日本去购买啊，目前是有的。但是这个能不能挽救日本的经济呢？也是不行。因为光刻机这个东西是智慧财产啊，并不能造取很多人的就业，你只能让公司有赚钱，但是百姓经济是救不起来的，好吗？日本跟韩国还有台湾，那是无可救药这4个字，没有更多，就是无可救药这4个字。所以我不是专门唱衰台湾，而是日本、韩国、台湾这3个地方仰赖美国过深，所以说现在已经没有再具有弹性的空间。造成了经济只能够速度不一的下滑，你只能下滑，而你没有翻身的余地，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状况，也包含了日本的农渔产业，因为它到了核废水、核污水了，你们讲这核污水、核废都一样，反正就是不干净的水啊，那这不干净的水就会让日本跟中国你本身的一些民生交易这边就会受到很严重的限制，而韩国你就一样被美国掐了脖子，你也不能好好的投资中国。说对韩国来讲，很多东西必须撤回来韩国去做，但是你卖也不见能够卖进去，所以很多问题现在就开始做一些很大的一个障碍在，好吗？好，我们看各位什么问题哈。等下问题是比较简单一点的，没有那么复杂，好吗？我们等下谈的问题比较简单一点，没那么复杂了。哦，新加坡听过中文哈，很多人2025年战争，你过今年我就觉得很不错了，好吗？哦，在新加坡哈，谢谢哈。英文的字幕我尽量了，好不好？我尽量啊，这个英文字幕哦，这个不还有中文字幕，在直播的时候，老师都是付费请那个软体公司帮老师翻译的。以前老师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去看，那现在我没办法，我发现我头发其实都已经白了，你知道吗？这都是染的，你知道吗？我头发都是染的哦，基本上我头发已经2/3都是白的哦，其实不是黑的了，那都是染的哦。当然这个英文跟日文跟中文啊，老师都会付费请人家帮我们去做这个字幕。那到时候你可能直播后，你隔天再看，你可以看到这个字幕。但是呢，如果看了觉得有点问题的，听不大懂的，哦，那看不大懂那个字讲什么鬼的，不好意思，翻译不可能翻到100%，它大概准确度是80%的，好不好？80%而已，好吧？新加坡听不懂中文哈，新加坡其实基本上他们是英文教育为主啊，英文教育为主，他们听得懂中文，但是可能在写的时候啊，他们比较习惯用英文，好吗？像金玲老师他在新加坡长大的，那我是在马来西亚长大的，哦，从小我们就隔了一个那个海峡，然后不知道，好吧？啊，地方债还是严重哈，老辈习惯还是年轻的月光族哦，现在也会存钱的，好吗？好，感谢修建，感谢修建赞助，好，感谢您赞助，非常感谢哈。真的非常感谢，好吧？好，那我们还是继续下去啊，不然真的讲不完了。真的讲公北刷，好，真的公北刷。所以说，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呢，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下中国，它现在难道没有问题吗？中国当然是有问题的，还包含了什么？他们的中植集团已经倒闭了。中植集团呢，在1月5日的时候啊，它已经无法清偿债务，正式申请破产。它的破产规模啊，达到了4000亿人民币，也就是相当于台币1.7兆。啊，1.7兆，这个很多的一些名人呐、名演员呐、还有这是官员呐、各方面的，包括很多有钱人是把钱放在这个中植集团里面，因为它最主要的是做金字塔顶端的富人跟企业，帮他们做投资理财，给的利息也是很不错。所以是说，它一倒的时候，它的金额是非常惊人，达到了4000亿，而且你不用考虑它什么资不资、抵不抵债了哈。基本上它跟那个恒大不一样，恒大它是有地皮儿，对不对？你有个屋子，是不是早晚能盖完吗？不知道，反正烂尾楼这个东西，总有一天可以解决吧？Someday，I don't know。但是呢，这个中植集团就比较特殊，它是一个金融公司，所以它这个破产4000亿啊，在美国就认为是说。这个有没有可能造成中国的雷曼兄弟的一个状态？这个就大家开始怀疑说啊，你这个中集团这么多钱，有没有这个问题呢？答案是什么呢？答案这个事情是比较否定的。为什么？因为中植集团的破产啊，基本上是在中植集团被中国官方啊就去深入去了解的时候啊，中国官方就直接建议他，你直接进入破产程序、破产重组，然后在后面再看怎么样去安排这些后面的事情。如果是在台湾的朋友啊，老师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中植集团就像台湾40年前的宏源集团一样的意思。讲到宏源，如果你不到35岁了，你可能都没有听过。
讲到宏源集团啊，那35岁以上的，甚至40岁以上的，就应该都是耳熟能详。他以前开的不是他就是像这种金融公司起家的，后来开了什么宏源百货啦，然后盖大楼啊，做什么事情一大堆。中植集团基本上就跟宏源集团是差不了太多的，有差了哦，但是差不了太多的东西，基本上就是一个吸金公司，好不好？而且他吸的不是小民百姓，算他还有点良心。小民百姓在前看不上哦，他最主要是走高资产的，所以人家一投进去啊，像老师说，我可以拿个2万块人民币给你帮我理财吗？他叫你滚，对不对？他可能门口的保卫的收入就比我月收入就比我高了，是不是？那么要进去这几百万人民币的啊，几千万的、几千万人民币的都在进去里面来来去去的，所以说它影响的人很多，但是呢人数不会像很大的影响到百姓，百姓人数这么的多，都是高资产的进去，大概它里面应该只有几千人而已吧，受影响大概只有几千人了，因为他们每一个单都很高价，所以说几千人或几万人其实大概就是这个数字，不会太多，所以它的扩散效应是有限的，因为他骗的都是有钱人。有钱人呢，有些被骗到这一穷二白，然后骗到他自己的半生积蓄都没有，也是有。为什么？贪心嘛！啊，你这中资集团这么大，那个大楼盖这么漂亮，你是这全国有名的，你还有人就说什么样呢？当时有风声传出来的时候啊，就有人说中资集团不会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它大到不能倒，他认为跟 AIG 一样大到不能倒，没有，照给你倒，照样给你倒。所以在中资集团呢、这个事情呢，引发了这个国际上的舆论，就是说中国会不会产生了一个经济上的危机啊？尤其是美国的一些比较偏那个保守派的，或者比较仇中的，然后就把它放很大，但实际上它影响人是有限的，一般百姓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到他门口去给他投资。但是以前宏源集团在台湾是可以的，很多的婆婆妈妈把买菜钱啊3万、5万、30万、100万啊，然后都投进去，然后每个月吃利息。对，有些人吃了2年，有些人真的有回本。对，他这当然就是拿前面钱骗后面的钱嘛，其实就是一个庞氏骗局啦，就这么简单，这个庞氏骗局。只是中资集团这个东西啊，影响就没有这么大，因为骗的是有钱人，那人数没有扩散，那就是有资产的人被他卷走了，就这样，就这样，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说有人在讨论这个中资集团的时候，其实就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是不大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现在中国的刚才讲到，中国的工业啊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广大，那包含了是它的电动车很多很多的还是非常出口量已经超过了日本，但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的市占率最高的还是日本丰田，还是日本丰田。这个东西是没有改变的。你要知道，汽车产业它不是只有卖车这一项，它还包含了后面的 service，包含了零件的输出、保养跟它周边商品，也是可以带动很多很多的收益的。所以日本丰田它现在是没有办法再进入这个电动车的市场里面可以占有一席之地的原因，是因为它起步太慢，而欧洲跟中国他们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地方去努力。所以现在日系车啊，他们比较大的障碍就在于是说，进入电动车的市场太短，未来能不能再让别人信任是说日本有很好电动车的一个能力，这个是有争议的。为什么？因为日本没有很好的电池。现在基本上啊，你主导电动车啊，很多人是电动车是一个玩具车，所以中国这电动车它最强的原因不是在于它的 OS 很好啊，什么车载鸿蒙系统啊，还有什么东西，不是因为它这个很好，而是在于中国的一些那个宁德时代之类的电池厂商，他们的电池供应的能力很强。当然有没有差的，也是有差的啊。比如说最近发生了一个长安集团下的一个汽车厂牌啊，经过一个冬天呢，就发现它的电量被冻掉60%。那天气冷嘛，那个蓄电力就变低了嘛，所以它的电量降低60%，然后呢就变成是说你没开你也没电，那你开了也没电，没开也没电，无论如何你都没电。那这种的汽车就会被淘汰，因为你的电池不够力。但是大部分你说比较能够进去的，比如说我们知道的，比如小米呀、或者是他们的比亚迪他们用的就是宁德时代的电池。那这个电池呢，他们的续航力就很强。那但是问题就是在于是说，美国它现在兴起一个新的制裁，就是要拒绝你塔在中国电池的汽车进入他们的市场。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但你就算我的汽车给你补贴再好，它去做再好的电动车市场，那么只要你们的电池是使用中国制的电池，那么我就等于在资匪，你知道吗？等于在资匪，对不对？就是说我把钱根本就交给中国公司嘛，让宁德时代赚大钱嘛，他赚大钱，他是不是可以发展他们的国防工业，对不对？那是不是很糟糕的事情？对，的确是这样，是没错。所以说他们现在在中国中国的电池啊，在美国啊，在法国，甚至在德国，未来他都会去
就怎么样会有一个不补贴，你只要这个车子里面塔载的是中国来的电池，你就不能受到他们的这个购车的优惠购车的补贴都不行。那当然就会降低了别人去购买这个在中国电池的汽车，那是企图来去怎么样围堵中国汽车的这个电池的发展他们的业绩产量。但这个东西其实是个人的感觉良好而已。为什么？因为你还是要推高了你自己电动车的成本，因为你在其他地方所生产出来的电池，基本上你的续航力比较低，造价也会比较高。因为什么？因为规模经济没有达到，那也包含你的原物料你取得没有中国这么容易，那技术上面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是说，当你禁止补贴，让中国的市场不能够在电池这里面给这些欧洲车很好补贴的时候，那他们就很难的把他们车降到价格比较亲民的地方，对它价格还是会比较高。那你对你老百姓的受制能力也是会比较高。所以说，同样的东西在电动车，它可能发展到中国的金砖国家那一系列的地方，未来它一样可以把它推过去的时候，又经过 RCEP 或者是 CPTPP 或者是你金砖国家之类的一个 FTA。那这个状况之下，就会让中国这一系列的小老弟都可以享受到比较好的一些电动车的价格，甚至是一个破坏性的价格，这叫什么呢？像一个新的名词叫做破壁机，就是破掉了这个价格的壁垒就变得很低价。那这个的话，又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当美国或是美系的这些国家，包含了一个这个什么台港韩台港韩这三个国家包含了在内，我都已经没有办法有去得到了这些中国的一些“一带一路”或是其他的贸易的好处，而且我们还没有办法去有一样的工业去跟他们竞争，那也没有能源，别人会很便宜的卖给我们。像日本，它可以跟俄罗斯买很便宜的能源吗？你过去行，你不讲话行，你现在讲话你就不行，对不对？韩国卡在中间，尹锡悦他也只能跟美国，不然的话他自己就被罢免掉了，后来也没戏唱了。所以说现在这个状况就变得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状况。所以说你台港日怎么不是台港日是日韩台日韩台台日韩台日韩这些国家就变成经济一直不断的往下，但是跟随中国这一系列的世界贸易组织里面的，还包含他们的自由贸易协定里面的，他们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而在美系跟欧系的成本越来越高，那他们更没有办法去跟中国去竞争，跟其他国家去竞争，因为你的成本过高，高到一定的程度，你就会经济开始泡沫化。比如我们刚才讲到了，比如说刚才讲到德国、法国，还有那个瑞典。瑞典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各位社会主义国家，台湾很多朋友不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包含新加坡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它是社会资本主义国家。那你说瑞典呢？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社会福利型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是说，当它的房价涨很高之后，那它的整个开始房地产开始泡沫之后他们就很难的去做一些调整。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钱要留下来去发这些社会福利。发社会福利，不要以为他们对非法移民也会去做了，基本照顾会有了，但是你要说在那边过得很滋润这个有点困难了毕竟你不是自己的国家，吃喝拉撒用都是钱也没那么好过了也没这么好过。好，那我们今天谈到这些其实后面应该还有缅北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就不谈了，因为已经10点已经到了那我们最后谈一下，就是说什么呢？包含了在美国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美国现在有人评价它是好战成痴，举债成瘾，那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你债台高筑之后，你只能借新还旧，而且是越借越多。各位，你有欠过卡债，就知道，就是你一直想挖东墙补西墙，你挖到最后，你的洞根本就没办法填住了。说中国有卡债族，在20-30年前，台湾有一大堆卡债族，老师就是其中一个，我以前就是卡债族，好吗？现在没有了。我更深了，好吧？这样更深就不这样讲，对不对？反正我就把我所有卡债都还完了还清了，那也现在重新办也没什么问题了我也经历过那段时间，我就没办法，我很早进社会了，所以我也经过卡债那个阶段，但是我把它还完了，对不对？但是呢，同样的状况之下，在美国他们的生活模式就不一定是这个样子。而除了他们这个好战成痴、举债成瘾，只能不断的挖心去补救之外，美国的一个军事支出已经过高了，包含什么？在美国2024军事相关支出的金额达到多高呢？各位，我们去年讲到是将近1兆美金，8000多亿了，后来提升到快1兆美金的军事支出。在2024年，美国包含了 CIA、包含了 FBI 等等之类的任何所有军事组织，包含国防部内的军事组织里面所用的军事预算，它不是8000多亿了，也不是1兆多了，它是1.5兆美金，1.5兆美金
1.5兆美金等于是多少？占它总预算的25%，也就是他的国家已经穷兵黩武到我必须把我的1/4的这个大量的预算拿去放在我的军事支出里面。为什么？因为瑞典也加入北约了，你要不要去派人进去啊？芬兰加入芬兰给他修建成港口了，大家开基地了，你是要派人过去啊？那以色列在那个地方出了问题，你是要派兵队过去啊？那菲律宾这个有问题，你是不是偶尔派军队过来绕一绕啊？台湾现在有点小问题了，你台湾是不是派的官员可能不够？你可能你的战舰准备一下，是不是有可能会对战呢？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产生了美国现在有25%的税收是必须编到了他们的军事相关预算里面。这个没什么啊，毕竟他是世界警察，你说25%其实也可以接受，但是你在扣掉其他人们的预算支出的时候，他必须再借更多的钱拿来还他之前举债的利息。10年期公债、20年期公债，你还是要还利息吧，对不对？利息总是得还的，借钱嘛，还利息不寒碜，对不对？问题还是会出现，所以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美国现在债务它只会越陷越深。那川普说他1年可能会崩溃，我不晓得1年之内会不会崩溃，但是老师还蛮确定的，8年之内美国必然会遇到这个完全周转不来的状况。8个坛子7个盖，盖来盖去不夸张，没问题。但是如果8个坛子只有5个盖，你盖来盖去，你可能就会跌股了，好吗？好，那时间已经超过了哈，我们那个中南海问题我们就不谈了。那各位我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好吗？我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哈，看各位也没什么问题嘛，对不对？4万亿4万亿是他们的总预算哈，这是他们的总预算，4兆嘛，4兆他们总预算，但是你1.5兆的东西拿去交给了，这很糟糕的状况，交给他们的军事预算，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好吗？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哈？感谢各位今天的热情的赞助哈，感谢那个谁，那个富雄啊，这下次不要那么多，这老师这样受宠若惊哦。这个喝咖啡，我看可以买了很多杯，因为现在年底到了，那个某某超商他又要出半价咖啡，我决定用富雄这个钱，然后我们赞助款，我老师来去买咖啡。感谢富雄哦，感谢富雄，好吧，也感谢林冠哈，感谢秋夏，感谢正豪哈，感谢这些支持我的好朋友，感谢 David Wang 啊，每一个人的支持啊，都给老师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鼓舞了啊。当然这次预测错误，老师还跟大家抱歉一下啊，虽然结果上面是蛮类似，但是呢，既然错了，老师就承认，好吧，这脸就啪被打一下，感谢各位的包容，好不好？那今天我们就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那我们今天直播到此啊，我们下周3我们更新的是阳历2月12生肖的流月运势解析，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见。